婆婆在网上哭诉她孙子不是亲生的。在我出差回家时，她召集一大帮大妈对我进行直播审判，他们砸了我的行李，将我按在地上暴打，又用百般恶毒的话辱骂我和儿子，并扬言要奸夫顾先生赔偿100万抚养费。无论我怎么解释哀求，他们都不放手，直到我儿子李奇绝望地从楼顶一跃而下。儿子死后，婆婆和老公看到鉴定书，追悔莫及。可是我已经杀疯了，况且顾先生也不是他们惹得起的人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刚结束为期1月的出差，回家前，我特意去水果店买儿子最喜欢的榴莲。等待摊主包榴莲时，手机突然弹出一条热搜，我点了进去。直播间的老婆婆哭得撕心裂肺，说自家孙子不是亲生的，我儿子和我们一家都是单眼皮小眼睛，那野种眼睛又大又双，一看就不是我儿子的。弹幕有人说可能像妈妈呢。再说孩子和父母不像也是常见的。老婆婆随即哭得更委屈，她拍着大腿喊，我鉴定过的，她不是我们老李家的种。此话一出，弹幕骂声一片，全是声讨老人媳妇的话。这种女人就该进猪笼，欺负老实人的婊子不得好死。把她照片发出来，我碰见了一定给你出气。随着热度越来越高，直播间在线观看人数突破30万，老婆婆捂着胸口，涕泪俱下。可怜我儿子省吃俭用，连双鞋都舍不得买，一年花50万，却白白给奸夫养儿子啊！他媳妇整日不着家，他也管不着，说几句还会挨巴掌。我是乡下人，斗不过媳妇和他的奸夫，只能求各位网友主持公道。那样子活像一个受了天大委屈无处申冤的可怜人。义愤填膺的网友立马表示支持，这种道德沦丧的人 JC 治不了，我们来治。你还是太仁慈，要摊上这种媳妇，我早就把她打得下不了地了。地址发给我，我打车过来，就要给这种不守妇道的女的一点教训。眼尖的人已经从直播背景认出了老婆婆所在的小区，是不是汇景小区？看那个喷泉像是，我就在汇景，立马下去。汇景小区不就是我家吗？这时镜头一晃，旁边的小男孩一闪而过，虽然模糊，但我立马认出那是我儿子，他怎么会在那里？接过老板装好的榴莲肉，我匆匆往家赶。到达楼下的绿化带时，一大群人围在一起，高声喊叫要惩治出轨女，揪出奸夫。他们大多数是50岁左右的大妈，穿着花花绿绿。由于他们挡住了路，我只能绕开他们，从旁边经过。这时一个洪亮的声音说，就是他。我闻言抬起头，看见举着直播杆的老婆婆正恶狠狠地指着我，你这个浪货，化成灰我也认得，白白让我儿子养那野种6年，你还钱。离开直播间的美颜后，我依稀记得有这么一张脸。7年前，我和老公李大兴结婚时，他唯一的母亲王桂花从乡下赶来参加婚礼。从那以后，我再没见过他，李大兴也不回家，按月给他生活费。这次来城里，可能是李大兴叫他帮忙照顾孙子的。在我没反应过来时，已经有大妈薅我头发了，紧接着又有人拧我的腰和胸部，他们用了10成的狠劲，痛得我直冒眼泪。住手！他说的是一派胡言，我儿子怎么可能不是亲生的？你们别跟着瞎起哄，快放开我！我儿子在哪？我一边挣扎一边找儿子李奇，刚才在直播里见过他，应该就在附近。
怎么不见了？你还敢提那个野种？真当我们李家拿你没办法？”王桂花撸起袖子，把手机对到我脸上。感谢各位好心的姐姐妹妹们，现在我们已经抓到他了，我一定要从他嘴里问出奸夫是谁，为我儿子讨回公道。看王桂花这癫狂的模样，指不定怎样虐待过孩子，越想越心焦。我用脚踹倒一人，又逮住一个大妈猛捶：“小琪，小琪你在哪儿？”小琪胆子小，这会可能被吓坏了。再听到这些恶毒的咒骂，一定会造成巨大的心理阴影。围攻的大妈越来越多，他们开始撕我的衣服，砸我的行李箱。打扮得这么妖艳，就知道不是个好东西。箱子里有蕾丝内衣和奸夫玩得花呀，还有这么多口红香水，说不定外边的男人不止一个。他们本性中的恶被彻底激发，把我当成泥人一样，又打又骂。我起先还能反击，可他们人多势众，加上我刚下飞机，还没到好时差，身子没劲，越来越无力。就在我倒下时，透过人堆的缝隙，我看见楼顶站着一个小身影，那熟悉的黄色短袖，一看就知道是小琪。我浑身血液结冰，随即扯着嗓子大喊：“小琪，快下来，不要待在楼顶！妈妈给你买了最爱吃的榴莲。”小琪，听到了吗？我是妈妈。我嗓子都喊哑了，可是大妈们的辱骂更加大声。王桂花对着直播镜头又是一顿哭诉，说我花他儿子的钱精心打扮，在外面勾引野男人，要不是我来了，我儿子一定会被这个女人吃得连渣都不剩。说你奸夫是谁？让他把我儿子花在野种身上的钱还回来。我不理会他，发疯般张开嘴撕咬，想要把人吓走，好看楼顶的儿子。他干脆一脚踹向我的头，剧痛之下，我差点晕过去。王桂花又把我的行李箱翻过来，每一样东西都用脚踩烂，其中包括我为甲方公司研发的新型芯片样品。汇景小区的人受了他的鼓动，也从窗户中探出脑袋大骂：“跟这样的人住一个小区，简直丢人到家了！”就是说出去会影响房价的，他再敢进来，我们就把他和他的野种赶出去。对，荡妇和野种没资格住我们小区。我被他们按倒在地，一动也不能动，脸上是一个接一个耳光，身上每一处都被人用力践踏，嘴里的腥甜味越来越浓。我儿子在楼顶，他有危险！我用尽最后的力气大喊：“停手！求求你们救救我儿子！”我转动眼球，看见楼顶那个小小的身影在无助地抽泣，可没有人理会他，也没人理会我。他们沉浸在自以为是的正义审判中，得意忘形。小琪，别害怕，妈妈马上就来。我咬着后槽牙，从地上抓起一把香水瓶的碎片，狠狠地向四周划去。一开始他们被玻璃片划伤，收回手，可随即是更猛烈的报复。他们撬开我的嘴，把玻璃渣子往里倒。就在这时，一声沉闷的巨响在我耳边炸开，大妈们的动作顿住，看向声音来源。我闻到浓烈的血腥味，赶紧爬起来往外看。小琪，我的儿子小琪，他躺在一片渐渐蔓延的血泊里，脖子扭成一个诡异的形状，睫毛上还有未干的泪水。王桂花看到死人了，怔怔地呆住不动，其余大妈们也安静下来，离小琪远远的。这还是个孩子呀，他是自己跳下来的吗？哦哟，真是可惜，刚才用尽世上最恶毒的话咒骂小琪的是他们，如今假惺惺显示仁慈的也是他们。我已经站不起来了，只能用手肘撑着身体往前爬。小琪的脸蛋还红红的，睫毛似乎还在动。小琪，
小琪，你没事吧？”我爬过血泊，停在他身边，手上沾了白色的浆液，那是从小琪脑袋里流出来的。我提起被踩扁的榴莲，对小琪说：“起来呀，吃榴莲。”可是他软塌塌的，也不回答我，眼泪啪嗒啪嗒的落。他的手垂在地上，不会再为我擦眼泪了。哟，这不会就是那野种吧？要是的话，真死得好呢。大妈们的窃窃私语一字不落地传入我耳中。王桂花这时又跳出来了，她觉得没脸活在世上，跳楼了，跟我们可没关系。就是，又不是我们推她的。凭借最后一丝残存的理智，我拿起手机准备报警，王桂花却一把夺过我的手机，查我的通话记录，看看这个顾先生一天和他打10来个电话，肯定不寻常。大妈们再次围拢过来，他们打开我的微信，发现备注为顾先生的人也在我对话列表的前排。好啊，这个顾先生一定就是奸夫。你看，大半夜的还问人家睡了没。我马上道：正经人谁这么说话？他们仿佛发现了某种新的令人振奋的东西，扎堆翻看我的手机相册。王桂花中断的直播也继续起来。姐妹们，刚才出了点意外，现在找到奸夫了，姓顾。要想知道后续，就点个关注，欢迎打赏啊！我睁大眼睛，把在场每一个人的面孔都牢牢刻在脑海里。他们拨通了顾先生的号码，为了直播效果，还开了免提。响铃5声后，一个低沉的男声接听了电话：“佳妮，这么快就到家了？”如此亲昵的称呼和语气，他们更加确定自己的判断。王桂花咳嗽2声，大声说：“夏佳妮已经全招了，你识相的话，就赶紧把300万抚养费打到我儿子账户上，不然我把你和夏佳妮的照片抖出去，让你身败名裂，没脸见人。”大妈们跟着起哄，这边一片嘈杂。发生了什么事？佳妮在哪？顾晨的语气有些焦急。王桂花以为顾晨怕了，更加嚣张，先打100万过来表示诚意。我儿子叫李大兴，银行卡账号321556438768，146。电话那头没了声音。良久，顾晨疑惑地询问：“你儿子是李大兴？”顾晨很爽快答应给钱，大概是小区有人拨打了120，救护车呼啸着赶来。护士掀起小琪的衣服，用听诊器在他胸前听来听去。我这才发现，小琪身上满是青的紫的伤痕，腰侧还有2个化脓的伤口，像是被烫的，已经没气了。谁是家属？护士收起听诊器，看了一圈。我搂着小琪，仔仔细细地检查，腿上、膝盖都是一道道红痕，大脚趾的指甲极短，连肉也一并剪了。这具体无完肤的身体，护士也不忍细看。这1个月里，我每次和他通话，他都乖巧地说在做作业，在吃饭，在等我回来。谁能想到他竟遭受了如此非人的折磨？我已经哭干了眼泪，心脏一阵阵抽痛。抬头时，王桂花视线闪躲，不敢看小琪。救护车通知殡仪馆后就走了。倒是小区每一扇窗户后都有人探出头来看戏。我的身体已经毫无感觉，却有一股黑色的力量驱使着我站起来。我用一件白裙盖住小琪，捡起钥匙回家。你还敢回我儿子的家？王桂花拉住我的手，却在对上我的眼神时缩了缩脖子。你不是想为你儿子要钱吗？来呀，反正我儿子也死了，留着钱也没用。我招呼后面的大妈，让他们也跟着一块来，做个见证。我的样子一定恭顺极了。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进了电梯。这女人非要给点颜色看看才老实。就是，
你早该来这里整治他了。我打开大门，看着他们每一个人踏入客厅，然后最后一个走进去，关门反锁。大妈们还在对家里的陈设指指点点。王桂花已经关了直播，不断地翻看账户余额。很快，她尖叫一声，真的打钱过来了。账户余额明明白白地显示100万整。原来顾先生是个有钱人，难怪夏佳妮缠着他。一个涂脂抹粉的大妈扭着腰，捏着嗓子说：“要是我年轻20岁，哪里轮得到他呀？”另一些贪财的大妈则眼红了。王桂花，这次我们帮了你，你可得给点好处给我们。王桂花紧紧搂着手机，不说话。我启动玄关处一个黑色的机器，打开信号屏蔽器后，手机无法拨打电话。摁下遥控器，拉紧窗帘，室内很快漆黑一片。戴上夜视眼镜后，我把慌乱如鸡的他们看得一清二楚。怎么这么黑？快开灯啊！王桂花，你家开关在哪里？黑暗中，他们撞在一起，倒作一团。王桂花凭直觉扶着墙，来到开关处。我举着棒球棍，照着他的肋骨重重打下，尖叫差点冲破天花板。王桂花当即蜷缩在地上，死死抱住自己。其他人四散奔逃，却被沙发椅子绊倒，碰到任何一件物品就吓得哇哇大叫。快打电话报警啊！没信号，一点信号都没有。哎呀，早知道不该趟浑水，不会是那个小孩来索命了吧？你别吓我啊！这是什么东西？谁踩我脸上了？走开呀！我烧了壶水，在等待沸腾的过程中，我拎起王桂花往茶几、书柜、冰箱、椅子，往任何我看得见的地方撞。大妈们已经互相扭打在一起，我往他们中间扔了一摞陶瓷碗，清脆的碎裂声伴随着脚被刺破的尖叫声，格外悦耳。叮，水烧开了，我把水壶放在桌上，敲门声响起，开门，我们是警察。大妈们如蒙大赦，高声回应：“我们这在，快来救救我们呐！”我关掉屏蔽器，打开窗帘，房间内又恢复了光明敞亮。门打开时，王桂花手抓着桌子，挣扎着想爬起来，桌子受力摇晃，一壶滚水浇头而下。啊，好烫！王桂花当即捂着脸在地上打滚。大妈们围着警察说：“你们来得太及时了，这房子有鬼！你看，那壶开水就是刚刚跳楼死的小孩泼的。他被王桂花折磨得可惨，死后怨气都不消。他们身上也带着血迹和淤青，却一直合掌在念阿弥陀佛。是王桂花唆使我们干的，你可别找我们。”警察让他们先出去，留我和王桂花在房间内问话。王桂花被烫得睁不开眼，哎呦哎呦地躺在沙发呻吟。青天大老爷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啊！我这媳妇在外面偷人，还生了奸夫的儿子，我儿子白养也重那么多年，总要讨个说法吧。警察表示已经通知李大兴，他很快就能赶来。还有，王桂花恨恨地指着我，他刚才趁停电故意打我。我垂着眼，说是你看不见自己跌倒的，要是没人看见，恐怕你会说开水也是我倒的吧？那水可是警察亲眼看着倒在他身上的。王桂花一时无语。半小时后，李大兴回来了，王桂花叫得更加大声，整个楼道都听得见。警察对他说：“我们接到有人报案，说你敲诈勒索100万，可有这回事？”李大兴猛然不知，他摇摇头：“我一整天都在公司上班，怎么会勒索呢？但经过我们查实，你的银行账户刚刚入账100万。”王桂香无所谓的摆手：“那不是敲诈，那是夏佳妮的奸夫打来的抚养费。”李大兴看着满地狼藉，
更加疑惑，什么奸夫？妈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他又看向我，问底下有个盖着白布的东西是什么？我听人说咱们小区有个小孩跳楼了，是不是真的？我久久地看着他，不说话。小琪生下来后，他便当起甩手掌柜，整天推说公司加班有应酬，连周末也不在家陪孩子。小琪一哭，他就不耐烦地扔给我。他真的爱过儿子吗？跳下去的是小琪，王桂花说他是野种。我看着李大兴从不可置信变为怒不可遏，他转向王桂花，妈，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。大兴，你别难过，死的不是你的种，我们连奸夫都揪出来了。王桂花举着手机给他看直播回放，看到没？姓顾的都承认了。李大兴只觉得声音有些耳熟，却来不及细问，被警察打断。所以事情是，王桂花怀疑李琦不是李大兴的亲生儿子，所以虐待辱骂，导致李琦跳楼。王桂花认为顾先生是奸夫，打电话要他付100万，否则就曝光照片，是吗？王桂花忙着狡辩推卸责任，李大兴则问我，顾先生是谁？事到如今，他关心的还是自己有没有戴绿帽子，而不是儿子已经没了。小琪对他来说，真的一点不重要。我说最后一次，李琦是你的儿子。我啐他一脸，脚狠狠往他裆下踢，他急忙躲到王桂花身后。警察问王桂花，你这么确定李琦不是你亲孙子？做过鉴定吗？当然做过，我不可能无缘无故说瞎话。警察让王桂花拿鉴定书出来看看，我也很好奇。王桂花吵着说李琦不是他的亲孙子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？没想到王桂花举着手指，信誓旦旦地说，他的血和我的血滴在碗里，不相容。警察张着嘴，好几秒不知道说什么。李大兴捂着额头，瘫在沙发上。良久，负责记录的警察说，王桂花，电视不能信，要做鉴定得去专门的 DNA 鉴定机构。现在事情闹这么大，我们可以帮你提交鉴定。殡仪馆的车来了，我拒绝就此把小琪拉走。小琪生前遭受过严重虐待，我要做尸检。王桂花却哭嚎着说，我是个狠毒的，孩子死了还要将他开膛破肚。李大兴也慌了，他不同意做尸检。夏佳妮，你消停点吧，说出去还不够丢人吗？我一巴掌甩在李大兴脸上，告诉他不配做小琪的爸爸，离婚吧，小琪的事跟你没有半点关系。李大兴和王桂花想再闹，被警察拦住，警车将小琪拉走了。在鉴定结果出来前，他们没有证据指控王桂花，就连小琪的死，在法律上也不能让王桂花和那群大妈付出应有的代价。李大兴诈骗的事，因为牵涉到家庭矛盾，要等结果分明后再说。王桂花咿咿呀呀说疼，要去医院。李大兴喝了杯水，烦躁地在客厅走来走去。他一直盘问我，顾先生到底是谁？水中有麻醉成分。不一会他便消停了，瘫倒在沙发上。我一手拿装汤的大盆，一手拿菜刀，从厨房里走了出来。王桂花，你喜欢做鉴定，不如和你亲儿子鉴定一下。我重重地坐在他肚子上，用菜刀在10个手指上划开口。王桂花惨叫着，大喊杀人了。我不理，将李大兴也拖过来，一个手指一个手指的放血。他惊惧地瞪大眼睛，却无力挣脱。两人的血液在不锈钢盆里并不相容。事实是，只有相同的血型才能融合在一起，即便是亲母女，血型不同，也无法相容。我把盆举到王桂花跟前，用拖鞋重重地甩她耳光，说：李大兴是你从哪儿拐来的？
还是说他是你男人和别的女人生的？王桂花使劲抬起脖子，不可能，大兴是从我肚子里钻出来的。再甩他另一边脸，撒谎，除了你，谁知道是不是真的？我打开王桂花的手机，开了直播，让他直播间的人都看清楚，这就是他所谓的鉴定非亲生的办法。第二天，李大兴照常上班，王桂花凭借他翻我手机时看到的地址，再次纠结一群大妈去找顾先生。他小声嘀咕，还有200万呢，这钱够我和大兴过下半辈子了。经过昨天验血仪式后，王桂花自觉理亏，不敢再开直播，我反而跟在他身后，举着手机拍摄。他想赶我走，被我通红的眼睛震得不敢开口。一群人气势汹汹地来到中心 CBD 的大楼下，创新大厦 B 栋605。姐妹们，走！门口的保安想拦住他们，却被几个大妈一顿教训，连推带打的赶走。看门狗真碍事。王桂花许诺事成后，每人分1万，因此他们格外卖力。到达6楼后，王桂花扯着大嗓门喊：“姓顾的站出来！”前台问他是不是要找顾总。顾总，夏佳妮那货色能攀上顾总？不可能！把你们这姓顾的人都叫出来！说完就直接往办公区域闯，一边高喊：“姓顾的站出来！你和夏佳妮勾搭这么久，该付出代价了。”没人应声，工作人员看怪物一样看着他们。其中一个大妈干脆开始砸饮水机和电脑。不出来是吧？你不出来，我就砸了这里。到时候你老板会让你赔得倾家荡产。其他大妈也纷纷效仿，看到什么砸什么。员工们好像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出，默默站到一旁，任由他们发疯。不少人还举着手机录下了他们嚣张至极的话：“告诉你们，偷人这种事，警察来了都管不住，快叫姓顾的出来，不然我放火烧了这里。”等办公室成为废墟后，顾晨才从电梯里走出来。他是我的大学同学，亦是我们公司的重要客户。跟在他身后的是手足无措的李大兴。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他看着被砸坏的办公室，手中电脑砰地掉落在地。儿子别怕，妈今天就是来找那个顾先生的，他还欠咱们200万抚养费呢。王桂花指挥她的姐妹们骂顾先生是不知羞耻的野男人。这间公司只有我姓顾，有什么事冲着我来。顾晨站了出来，高大的身躯逼得王桂花退后2步。你就是昨天的顾先生。顾晨穿贴身的定制西装，加上常年在商场打拼出来的精英气质，一看就不是常人。王桂花在裤子上擦了擦手心的汗，不管不顾地说：“你还欠我200万，你的野种！”不等王桂花说完，李大兴便上前给了他一巴掌。妈，顾总是我老板。被打懵的王桂花捂着脸，支支吾吾道：“难道老板就能给你戴绿帽子吗？”李大兴的脸扭曲的丑陋不堪，他捂住王桂花的嘴，一个劲地给顾晨道歉：“顾总，我妈弄错了，一切都是误会。”误会？一句轻飘飘的误会就会让小琪死而复生吗？顾晨的质问让李大兴两腿发软，差点跪下去。你儿子出生后，你有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？每次都是佳妮抽时间接孩子，即便他忙到深夜，回去还要为孩子装备生日惊喜。你倒好，任由你妈胡作非为，虐待孩子，把他逼得跳楼。你晚上睡得着觉吗？顾晨的话字字铿锵，员工们也朝李大兴投去鄙夷的目光。你这样的人，公司也不能再要了，收拾东西走人吧。至于公司的损失，到时会通知你妈和她的朋友。还有，
你妈踩碎了公司的芯片样本，这损失也该由她承担。如果不配合，我会让律师上诉到底。顾晨叫来保安，他们这次带了钢叉和铁棍，凶狠的要将人赶出去。李大兴知道，就是把他和他妈卖了，也赔不起这些损失。他扑通一声跪下，抱着顾晨的腿求情：“顾总，我在公司6年了，你放我一马，以后我一定好好工作，报答您的大恩大德。”顾晨抽出腿，保安随即将李大兴反手插在地上。李大兴，6年来你一直业绩平平，好几次因为你的粗心，公司损失上百万。要不是看在佳妮的面子上，我早就开除你了。顾晨将面色苍白的我带进办公室，为我倒上一杯温水。佳妮，这个项目不急，你先歇息一阵子。我接过水，说给他添麻烦了。昨天顾晨直播接到电话时，就意识到事情不对劲，于是将计就计，转100万过去。后来他又打电话来问我情况，我本想让他置身事外，别惹上这烂摊子，可他说王桂花咬定顾先生就是奸夫，他躲不掉的。果然，一切如他所料，楼下被赶出来的大妈们开始围攻王桂花，说好每人1万，现在钱没到手，怎么还要赔钱？就是砸办公室跟我们可没关系，是你教唆的。嗨，早知道就不应该搭理你这个扫把星，在家跳跳舞多好啊！不对，昨天他到账100万，可以分给我们呢。是啊，你有钱，快拿出来。王桂花自然是不肯给，凶悍的大妈们开始扒王桂花的包。她昨天伤得不轻，没几下就被推倒在地，几条金链子还有一沓现金都被抢走。抢劫了！光天化日有人抢劫。王桂花躺在地上挥舞四肢。这时顾晨秘书报警叫的警察来了，还没走出多远的大妈们一个个被抓回来。事情很明了，证据也很充足。王桂花和那群大妈们要赔偿40万设备损失费，芯片价值难以估量，王桂花也赔不起，只能面临刑事判决。警察同志，是王桂花教唆我们砸东西的，他承诺事成后给我们1万块，我们知错了，我们也是受害者呀。大妈们一个个声泪俱下，哭的那叫一个伤心。警察不为所动，将他们统统带回派出所审问。这时鉴定结果也出来了，我跟着警车一同去完派出所拿检验报告。经鉴定，李琦和李大兴的 DNA 相似度高达99%，因此李琦就是李大兴的亲儿子。王桂花瘫倒在地，他再三问报告是不是搞错了，我们向你保证结果一定准确。李大兴拿着报告的手在发抖，嗫嚅着说：儿子，我的儿子死了。他随即转向王桂花，发疯般踹他：老不死的，我让你来带孩子，你却把我儿子害死了，他是我唯一的孩子啊！王桂香可能不知道，李大兴出过一次车祸，生殖器严重受损，产生的都是没有活性的精子。王桂花一边哭一边拍地板：造孽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我也是为了你好啊！你说夏佳妮经常不在家，孩子和你又不像，小琪对我很不亲近，还咬了我一口，所以我才怀疑他不是你的儿子。一旁的警察看不下去了，说即便是没有血缘的孩子，也不应该虐待至此。他把尸检报告递给我，小琪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共52处，外加肝脏破损，胃里还有一团指甲。李大兴随法医去了太平间，不一会儿，他的哀嚎传遍了整栋楼。警察正是以虐待儿童罪、造谣诽谤罪、
另加敲诈勒索罪，拘捕王桂花。至于那些大妈们，不得不每人掏3万赔偿顾晨的损失，顾晨的钱也被退回去。回家后，我在整理小琪遗物时，发现了他的日记本，歪歪扭扭的字迹。第一句话总是数妈妈还有几天回家，26天。我不时一欢奶奶，她说妈妈坏话。22天，奶奶说我是一肉，和我妈一样，不是好东西。17天，奶奶用刀击我的手，打我。10天，奶奶说要把我和妈妈从家里赶出去，我好怕，可爸爸不理我。6天，是不是因为我，妈妈才被奶奶讨厌呢？1天，奶奶打我，她说我应该去塞。今天妈妈回家，我不想让她被奶奶欺负。后面是厚厚的空白页，我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。这么好的小琪，连死之前都在为我着想。他来人间一趟，不该碰到李大兴和王桂花这样的人。被辞退的李大兴日日在小琪房间痛哭，他哭的不是一条生命的消逝，而是自己断子绝孙的羞愧。他不肯和我去办离婚手续，因为房子在我名下，一旦离婚，他无处可去。而且顾晨将他的事通报全行业，没人敢再用他。他打算下半辈子也赖着我。我任由他表演悲伤，有时还把窗户打开，让他的鬼哭狼嚎响彻小区。半月后，李大兴从阳台一跃而下，没人怀疑他的死有异常，因为失去儿子的悲痛不是每个人都承受得起。那些助纣为虐的大妈们，我按地址一个个上门，在他们家门前安一个微型收音机，每到午夜就会响起小孩的哭声、重物坠楼的闷响，以及他们自己的辱骂声。后来有些人疯了，有些人不敢出门，有些人见了小男孩就下跪求饶。我经常去探望王桂花，给她描述李大兴的死状，那些大妈们是如何疯癫的。他只判了10年，10年，我的小琪也该长成一个青春阳光的小伙子了。在李大兴摔死前，我就将汇景小区的房子卖了。此后，小区的房价一路下跌，传说小区闹鬼，那个小男孩阴魂不散。10年后，王桂花已经佝偻成一只瘦小的虾米，然而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。在乡间无人的小道上，王桂花惨叫着逃跑，可是一个颤颤巍巍的老太太又能跑到哪里去呢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